挑战2年半的时间，讲完中国422位皇帝的一生。今天讲解的是中国第2位皇帝秦二世胡亥。他年少登基，却因沉溺于声色犬马，导致帝业荒废，沦为傀儡，被人称为昏庸之主。他弑兄篡位，曾怀勤政的短暂愿景，但因重用奸佞，倒行逆施，又被冠以残暴之君。当昏庸与残暴的双重枷锁叠加，仅3年的时间，就将大秦历经698年创下的基业毁于一旦。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让帝国走向末路的帝王，年少时不过是个闲趣逸乐、一心躺平的皇室弟子。公元前230年，胡亥出生于咸阳。由于是秦始皇众多子嗣中最小的一个，自幼便深得秦始皇的溺爱。倘若一直这样成长下去，胡亥顶多成为一个安享富贵、吃饱就睡的皇二代。然命运的轨迹总是充满了意外与转折。在少年时期，胡亥奉秦始皇之令，跟随中车府令赵高学习律法。这一安排在不经意间影响了胡亥的日后人生轨迹，也为秦朝的命运埋下了伏笔。赵高善于察言观色，很快便赢得了胡亥的赏识与信任，这也成为日后胡亥倚仗赵高的重要原因。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开启了他一生中第5次，也是最后一次巡游。此时20岁的胡亥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与向往，请求一同前往。秦始皇念及胡亥平日乖巧，难得有此请求，便欣然应允。同行的还有左丞相李斯以及胡亥的老师赵高。而正是这次出巡，彻底改变了胡亥的命运轨迹。当巡游队伍抵达沙丘时，秦始皇突然病倒，在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后，便将帝国继承人一事提上日程。在他的众多子嗣中，长子扶苏虽时常与他政见不合，但他为人刚毅勇敢，心怀天下礼贤下士，在朝野之中威望颇高。而且按照秦朝的遗诏制度以及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长子扶苏无疑是继承皇位的不二人选。于是给长子扶苏写了一封诏书，令其火速赶回咸阳，准备料理后事并即位。然而诏书还未发出，便被赵高扣下。赵高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不想看到扶苏即位。一方面，赵高的死对头蒙毅正是扶苏信任的大将军蒙恬的弟弟，若扶苏登基，赵高的处境必将十分危险。另一方面，作为胡亥最为信任的老师，他企图借助胡亥继位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本。当赵高游说胡亥参与政变时，胡亥起初是拒绝的。他说道：“废长立幼乃为不义，不遵父诏乃为不孝，才疏学浅靠人上位乃为无能。此3者皆备得天下，不服性命难保，社稷难守。”由此可见，当时胡亥对自己的才能和处境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只是在赵高的不断唆使和鼓动下，他最终同意了赵高的计划。不过摆在赵高面前的还有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说服随行的左丞相李斯。由于李斯严苛法令的法家理念一直和扶苏以宽缓政策治理天下的理念不合，于是赵高借此机会向李斯分析利害。如果扶苏即位，很可能李斯的相位不保，甚至危及生命；但如果他们拥立胡亥即位，李斯将继续保持在朝中的高位，并继续享受荣华富贵和巨大的权力。最终李斯禁不住赵高的利诱，答应与他一起扶持胡亥上位。紧接着他们3人发动了沙丘政变，合谋篡改了秦始皇写给扶苏的遗诏，将原本命扶苏回咸阳主持葬礼并即位的诏书改成立胡亥为太子回咸阳即位。之后他们又假借秦始皇之名伪造了一封诏书，派使者送往扶苏与蒙恬城边之地。诏书中严厉斥责2人戍边10几年却毫无战功，令他们即刻自杀。扶苏接到诏书后悲痛万分，他生性仁孝，对父亲的命令深信不疑，未做任何怀疑，立即自尽。而蒙恬因心存疑虑拒不自杀，被使者囚禁于狱中。赵高、李斯、胡亥3人得知扶苏自尽的消息后，即刻带着秦始皇的遗体马不停蹄地赶回咸阳。同年9月，返回咸阳的3人发布治丧公告，同时昭告天下，宣布太子胡亥正式即皇帝位，史称秦二世。秦二世胡亥即位后，封赵高为郎中令，使其成为自己最亲信的决策者。李斯则继续担任左丞贵。为了展现自己的孝心，秦二世继续修建秦始皇陵。修建始皇陵人数最多时达到70万人。同时为了稳固皇位，彰显自己的统治权威，胡亥决定沿着秦始皇当年远巡的足迹东行郡县。他心中明白，秦始皇的远巡绝非简单的出游，而是威慑四方、宣示皇权的关键之举。于是秦二世从咸阳东北出发，抵达碣石，接着沿海岸南下至会稽，随后又再次北上到达辽东，最后返回咸阳，
此次东辽，他虽宣扬了秦朝威德对稳定当时的局势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秦朝的危机进一步加重。再加上此时除了修建始皇陵外，秦二世又继续征发百姓兴建魏郡公的阿房宫，使得民怨沸腾。不堪压迫的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揭开了秦末各地反抗秦朝暴政的序幕。随后六国中的楚国后裔项羽和泗水亭长刘邦也纷纷开启了逐鹿天下的征程。而面对秦朝的统治危机，秦二世更多的是与赵高勾结，继续实行暴政，贪图享乐。期间胡亥也曾试图通过重施旧法来掌控局势。从岳麓秦简中的2则秦二世时期的令文也表明，秦二世重新启用其祖父秦庄襄王时期的法律，以解决当时经济社会领域存在的问题。但他的这些举措与其说是为了拯救秦朝，不如说是为了维护自己奢靡的生活。除了经济社会的困境，胡亥还一直担心沙丘政变被人察觉，毕竟这场政变让他得以上位，可也成了他心中最致命的隐患。于是他召见赵高，向其寻求建议。赵高为独揽大权，建议对心怀不满的大臣及诸公子逐一诛杀。秦二世采纳了他的建议，将生杀大权一并交给了赵高。于是赵高捏造莫须有的罪名，将胡亥的30多个兄弟姐妹处死，导致秦朝皇室血脉凋零，拱卫皇权的宗室力量遭受毁灭性打击。解决完皇室隐患后，赵高又把朝中对他产生威胁的功勋重臣如蒙恬、蒙毅兄弟等都以各种借口杀害。同时赵高又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朝中充当要职。最后只剩下左丞相李斯还能对赵高形成一些制约。李斯见到赵高在朝中一手遮天，肆意杀害大臣，担心对自己不利，决定先下手为强，向秦二世揭发赵高的种种不法行为。而赵高也早就想对李斯下手，此时李斯的揭发正好让他找到了借口。于是赵高倒打一耙污蔑李斯，虽然拥立了秦二世为帝，但对自己在朝中的地位不满，妄图自立为王，有篡位的野心。秦二世不辨真假，任由赵高处置，最终李斯被腰斩。赵高独掌朝政，取代李斯担任丞相一职。即便如此，赵高仍不满足，他想窥探至高权力，想自己当皇帝。为了试探大臣们对他的真实态度，赵高精心策划了一起在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政治事件——指鹿为马。大多数大臣慑于赵高的淫威，纷纷附和他的观点，只有少数大臣说出真相。而秦二世胡亥也在众人的糊弄下默认了赵高的说法。事后赵高将说出真相的大臣一律找借口杀死，将附和者视为亲信，进一步请除了一级。自此赵高在朝中俨然如皇帝一般，而秦二世只不过是他掌中的玩物。在这之后，秦朝的统治愈发黑暗腐朽，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起义烽火持续不断，秦朝土地大批流失。到了公元前207年，秦朝可控制的地区只剩下关中一带灭亡，似乎只是时间问题。随后刘邦率领的反秦起义军攻入关中，直逼秦都咸阳。而咸阳城内，秦二世胡亥得知了刘邦大军压境，意识到秦朝要完了，这让他寝食难安。他急忙派人质问赵高，赵高听后惊恐万分，害怕秦二世追究责任。再加上赵高此时已经羽翼丰满，胡亥这个工具人已没什么利用价值了，于是决定弑君。他联合弟弟赵成和女婿严乐，率兵包围了秦二世的寝宫望夷宫，逼其自杀。直到此时，秦二世都难以相信自己最为信任的老师竟然会加害于他。在做郡王、做万户侯、做普通百姓这3个愿望都被拒绝后，秦二世无奈之下自杀而亡，结束了他凄惨又可憎的一生，年仅24岁，史称望夷宫之变。秦二世死后，赵高仰仗着自己在朝中的权势地位，准备宣布登基，但是遭到了文武百官抵制，赵高的皇帝梦破碎，无奈之下只好拥立王室成员嬴子婴上位。子婴据说是秦始皇的侄子，由于之前被秦始皇灭亡的6国在秦末也都纷纷复国，因此赵高设有让子婴以皇帝的名义号令天下，而是取消皇帝的称号，让嬴子婴复称秦王。嬴子婴即位后不想和秦二世一样做赵高的傀儡，于是设计杀了赵高。但此时对于秦朝来说，赵高的生与死已经设有那么重要，秦朝的大势已去，已经无力挽救。在他除掉赵高的46天后，刘邦率大军兵临咸阳城下，嬴子婴出城投降。自此仅存在14年的秦朝灭亡。由于秦朝最后一任统治者子婴没有称皇帝，只是一个诸侯王，因此史学界普遍认定秦朝为2世而亡，并未将子婴视为秦3世，所以秦2世便被视作秦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其实秦朝的灭亡并不全部归咎于胡亥，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未能适时调整治国理念，依旧将法家思想奉为治国的唯一准则，大力推行严刑峻法。同时，为了修建阿房宫和皇陵，接连的征发百姓和增加赋税，造成社会矛盾激化。等到秦二世即位时，未能做出有效的改革，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再加上宦官赵高专权乱政，使秦朝内部的政治秩序又陷入混乱。于是，在内忧与外患的加持下，秦朝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灭亡。秦朝灭亡后，刘邦和项羽为了争夺天下展开楚汉争霸，最终以刘邦获胜建立汉朝而告终。下一集我们继续来讲中国的第3位皇帝汉高祖刘